事儿其实以前就有，以前就有，其实从唐英开始就有，不是他这个时候的，也不是他这个时候，对，但是呢，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他做的就特别的好，所以供词这个板块呢，也是我们这个整个瓷器展厅里面数量最多、最精致的一部分。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就特别丰富多彩，特别丰富多彩，每年要变着花样，因为大运瓷器是每年都一样的，那个是按规定，它是按规定每年备用的，而这个供瓷它是每年是让皇帝都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得挖空心思去，对，让皇帝开心，对，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一下。因为第一，刚才咱们说到茶器，然后这个咱们这一部分的第一件又是一个茶器但是它其实也这种茶盘，大家我们知道，其实是乾隆时候那种，乾隆时候那种三清的那种样式的，对，三清茶碗，还有那种茶壶，再配上这种茶盘，这是一个3件套的一个布置。对。然后那种青花的，咱们见到的乾隆的和嘉庆的这种青花茶盘呢，跟这种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它其实是开光里面是要写诗文的，是写那个三清诗的。但是道光时候，这个到了换成这个供词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改良，对，等于说他把这个三清诗文换成了这种艾叶符的这个纹，艾叶符的这个纹饰，这其实也说明了它的一个用途变化，对，其实也就说明它的，因为它是端阳节进贡，端阳节，所以它画了一个端阳的时令的这种就是艾叶祥符。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到那一套的时候再具体给大家解释这个什么节用什么东西的事情啊。然后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就是这个打扮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在那个墙面上看到。这一张纸就是道光元年端阳贡的进贡的清单，道光元年端阳贡进贡的清单，然后那个红色方框里画的青花艾叶祥符茶盘20对，这就是其中的一支，这就是这样跟档案对上的，就1/40这样的关系。好，我们接着再往这边看吧，对，这边呢实际上基本上都是按照供词的一个顺序，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大家可以看，就是15年、16年这样的一个顺序排过来的。这里其实每一件都很精彩啊，但是我们挑一些相对有特色一点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只盘子吧。这只盘子呢，大家可能看过去好像跟前面的那些非常华丽的设计都不太一样。这个实际上就是因为道光皇帝呢，他本身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然后呢，他也不太喜欢艳丽的这种东西，所以呢，在道光2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要这个瓷器要素雅一点，然后呢，尽量呢不要就是做太多的这种鲜艳的洋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器物实际上就体现了它的这种审美的需求，它整个构图比较简单，而且没有用这种彩色的地子啊，就像一幅很淡淡的这种山水画一样啊，这个就是充分体现了道光皇帝审美的一件器物。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晚清的时候，比如说引流在说辞，他讲点评道光的瓷器，就是说他是就是以素雅为主，开一个小流派嘛，对吧？就是小家法，但是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整个道光一朝的瓷器为什么会素雅？实际上跟道光皇帝本身的要求有关系。因为皇帝提了要求，所以呢，御窑厂的制品就比较素雅。那么它又影响到民窑，影响到了民间的趣味。这一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嘛？自上而下的过程。所以说，整个道光以后的彩瓷其实还是非常受道光皇帝的影响的。说到底的根就在这里。包括这种纹饰，对的，像这个纹饰，它就对民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吧？好，我们接着往这边看一下。这个展柜，我觉得这对碗其实是很有特色的，非常有特色。其实这对碗里面，其中一只其实是我刚工作的时候经手过的，那个时候应该是11年左右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天津的一个老藏家家里征集到的这只碗，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完全没见过这个品。现在也完全就还是这一个。其实说在见到，你看这个是咱俩分别征集的，你征集一只，我征集一只嘛。在见到你征集这只之前，我是没有再见到同样的一个，对，非常稀有的，非常少见的一个品种。但是其实它的纹饰
又是一个改良型的纹饰，对啊，看着有点眼熟。对，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大家想一想，就是那种八宝的盘子，对啊，它是八吉祥串花盘，它是盘心是那种绿花，等于说它把这个碗心是光素无纹的嘛，然后它把那个绿花到了底下，形成一个连托八宝的这么一个样子，等于把那个盘子给熬过来了，给改过来了，给折起来了啊！一个莲花变成了8朵莲花，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改良啊！而且它这个改良，说实话，在你今天跟我说之前，我都没有发现啊，真的还是有变化的，还是有变化的。口上的璎珞什么的，这是它又后面加了一些纹饰啊，非常非常珍贵，非常非常少见啊！到这边来。对，然后我们就这边简单的看一下，因为真的器物非常多，就是这一部分就全是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了这个时间排序，但是更详细的一个排列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墙面上啊，摄影师可以扫一下墙面上，我们从这个展区可以看到，从道光元年到道光30年供瓷的这个款式的变化。对，因为从道光元年到道光14年供瓷落的是道光款，但道光款相对来讲比圣德堂款认定就更困难一点，所以有个别年份呢还有缺项。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到14年以后出现圣德堂款以后呢，就是每年其实它的款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那个新的写法，卧薪，对，就是因为像这就看对，这2块板就非常17和18年的一个变化。你看17年的时候，它的那个心字是德字的心是等于是一个竖弯钩，那个弯会非常明显，它的心的底部是平卧的。但到18年以后呢，它的心就变成斜过来了，实际上是越到后面越斜，但是它的变化就是出现在道光17年的这个万寿供是最后一次卧薪，对，从17年的年供开始就变成斜薪，就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看到的一个立薪。我们可以往这边看一下，其实可以看到它的款式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后面你看大家这个心字就都是同一种写法。对。好，然后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看一下这边，回到这个展柜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器物，我们可以说是这是我们这次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对，展览里面最重要也是最贵重的一件器物。是，请刘总介绍一下。这件也是我们当年嘉德就刚才在开幕式的时候给大家讲过，我们2011年曾经举办了2场这个慎德明道道光瓷器的展览，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当时其中一场的封面。而且同时也是我们那一本慎德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慎德明道》那本书的封面之一啊。其实它在档案里的名称叫做《江山万代扁方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他那个小孩子的小童的那个手里拿着其实一个万代的下面的人物，老汉这个小孩，对，那个万对，尤其是那个小孩手里拿着个如意悬了一个万代，这是他的一个命名的一个，我们把它和档案对上，一个万字纹，下面一个飘带，对，这是和档案能对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吧啊，对，扁方瓶嘛，完全就符合，对，是我们泰康集团收藏的一件作品，非常重要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道光瓷器啊，它是在道光29年的万寿供。万寿呢？现在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节了。万寿节其实就是皇帝的生日。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对。好，那接着我们到这个立件的这个区域。我们到立件的区域，这个区域展示的呢都是历年供瓷里面的瓶子类的器物。我们专业里面的叫琢器，雕琢的琢。主要是瓶子，还有个别的罐子。其实这里面每一件都非常精彩。我们刚才开玩笑说，每一件都是300到500万的，这一柜就好几千万。是的。基本上就是到14年以后出现圣德堂款以后呢，就是每年其实它的款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那个新的写法，卧薪，对，就是因为像这就看对，这2块板就非常17和18年的一个变化。你看17年的时候，它的那个心字是德字的心是等于是一个竖弯钩，那个弯会非常明显，它的心的底部是平卧的。但到18年以后呢，它的心就变成斜过来了，实际上是越到后面越斜，但是它的变化就是出现在
道光17年的这个万寿贡是最后一次卧薪。卧薪，对，从17年的年贡开始就变成谐薪，就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看到的一个立薪。我们可以往这边看一下，其实可以看到它的款式的变化是非常后面你看大家这个新字就都是同一种写法。对。好，然后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看一下这边，回到这个展柜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器物，我们可以说是这是我们这次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对品，展览里面最重要也是最贵重的一件器物。是，请刘总介绍一下。这件也是我们当年嘉德就刚才在开幕式的时候给大家讲过，我们2011年曾经举办了2场这个慎德明道道光瓷器的展览，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当时其中一场的封面。而且同时也是我们那一本慎德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慎德明道》那本书的封面之一啊。其实它在档案里的名称叫做《江山万代扁方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它那个小孩子的小童的那个手里拿着，其实一个万代的下面的人物，下面的人物，老汉这个小孩，对，那个万对，尤其是那个小孩区域。我们到历建的区域，这个区域展示的呢都是历年贡瓷里面的瓶子类的器物，我们专业里面的叫琢器，雕琢的琢，主要是瓶子，还有个别的罐子。其实这里面每一件都非常精彩。我们刚才开玩笑说，每一件都是300到500万的，这一柜就好几千万。是的，每一件都非常精彩，而且像这一些，你看这个也是刘总征集的，歌谣双管瓶，就跟档案完全能对上，就非常重要，都是。这里面很多器物都很重要，我们可以。随便挑几件有特色的给介绍一下。刘总，要不您介绍一下这一件？好的。我们慢慢让大家先都看到这一件。这一件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它是从咱们大家都知道洋彩其实就是乾隆洋彩的这么一个延续啊。对。到了道光时期，我觉得这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这个宫粉地，我觉得是一个这个颜色有那种桃红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它其实是一种乾隆审美的延续，我觉得啊。是一种富丽堂皇的这么一个感觉，在道光时期，这种纹饰其实相对就比较少见，非常少啊。对，经常其实你看像我们这种，基本上它就用作一个辅助布局，就是比如说口底的这么一个开光，然后这么一个装饰，通体做这种洋彩，然后这种巴洛克风格的花卉的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其实刘总您刚才讲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胭脂红在整个洋彩出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是因为有了胭脂红才有珐琅彩，才有洋彩，它是一个。所以这一件真的就是应该说是从工艺和审美来讲是非常特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道光里面很乾隆的一件作品。道光里面很乾隆，这么说总结的非常好。后面也对，后面我们再往后走走。但这一个呢，就是采取这种开光布置。对啊。其实也是就乾隆嘉庆的时候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装饰。对。但这两个其实装饰风格非常类似，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差别。因为这个小小的清宫档案里的名字不一样。这是一个撇口的啊，那个是一个小盘口的。所以它的档案里是2种名称。但这个就比较好识别的是它的图案。它画的是荷花和燕子啊，就寓意和亲海晏。和亲海晏呢，就是国家太平安定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一件呢，它的画的也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它的整个器型的设计，就是刚才刘总讲的，上下是用洋彩锁一个边，然后呢，它的主要的纹饰呢，又是用这个传统的中国绘画的这种画卷式的一个展开。我们现在在那边做了一个展开图，大家到现场可以看到，它整个画面就是很像一幅国画。一幅国画就是燕子在荷花中间穿梭飞行，然后呢，荷花随风摇摆这种样子。然后呢，它的上下的口沿呢是完全是一种西方巴洛克的那种装饰风格。但是呢，在我们景德镇把这2种风格完全非常这个巧妙的融合在一起，而且一点都没有违和感，一点都不突兀。对，所以这件器物呢也是非常精美，非常精美。对，中西合璧。其实看这里面这种风格也是一种固定的类型。对，乾隆晚期开始吧。对。然后比如像这个焦黄釉的这个瓶子，也是在贡瓷里面非常少见的纯黄色的这么一种。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吧，看一下这个
天球，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球瓶，清宫档案里呢把它称为天球尊。这件东西呢，实际上因为它背后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德堂的瓷器呢是道光皇帝他个人使用，道光皇帝呢他大量的时间生活在圆明园，所以呢后来由于一些大家所知道的原因，导致这些东西呢就流失出去啊，所以等于说这件东西我们是专门从香港临时借展回来的，到时还要再回去，所以就特别珍贵。而且呢，它实际上在1842年就有交易记录，就是它的来源其实非常特别。其实我刚才突然发现一点，就是你看这种折枝梅花、折枝竹子的纹饰，其实对后面的大婚瓷是非常有影响的。对的。而且大家其实可以，这个机器可以扫到这两种，虽然都是黄色，它的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这种就是我们传统的焦黄，我们称为这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柠檬黄或者什么，它实际上就是随着刚才那个胭脂红的那个瓶子，胭脂红进来以后，这种黄也是同时进来的。清宫档案里它把它叫洋黄。对，您就是中国黄，听不到所以这个它，而且它也有一个小的设计，就是它特别像穿着一件旗袍一样，上面那个对宫廷的对侍女的那个衣服，很多小碎花就装饰在身上那种感觉，就特别有味道。是的，然后我们要到那边，对，到这边看一下供瓷里面的花盆看一下供瓷里面的花盆，因为在宫廷里呢有很多需要养花饲草的环节，所以在供瓷里面呢，其实从乾隆开始就一直有成对进贡的花盆，这种方式呢一直延续到道光时期。在道光的前期，每年的年节都要进贡9对花盆，好像到12年以后呢改成了每年5对。那么这里面呢有很多就是各种不同器型、不同纹饰、不同装饰方法的各种花盆，都非常重要。然后这一对呢就非常特别，就请刘总介绍一下。其实这个就是跟刚才那个一样，也是一个洋彩，就是乾隆洋彩的一个延续。而且这一件，我觉得它跟其他花盆，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造型最复杂。对这种8方窝角啊，非常非常难以制作。而且就是我们见到很多花盆是不输款制的，但是圣德堂的这些花盆其实款制都有款制的啊。也是纹饰取自一个吉，你看是一个吉，怎么说呢？年年吉庆吧，它其实有寓意嘛。年年其实是那个莲花嘛，连，南方人就是年和连，分不清嘛。吉就是有吉字，庆呢，大家有那个庆在里面哈。其实都是一个古代的谐音梗。其实清宫里的瓷器都有谐音梗，很多都是。对。这一件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花盆它在进贡到紫禁城的时候呢，它只写花盆5对儿，所以呢我们没法查到它具体的名字是哪一年哈。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款的写法呢，大概就是它应该就是道光29年左右的，而且这个年年吉庆也是按照清宫的命名习惯。就清宫档案里很可能它也会，它其他器物是这么命名，它也是叫年年吉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在这个展板墙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基本上把国内外博物馆现在有可能属于这个道光供瓷系列的花盆，我们也做了一个汇总。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尽量在每年采用不同的造型、不同的彩、不同的纹饰，就是来表示一个丰富多彩的这么一个。每年的供瓷还是得有一些新鲜的地方吧？好，下面我们就要进入第4章。